Hello，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！熟悉的血量，熟悉的保湿度，所以兄弟们，请把爷青回打在公屏上。没错啊，兄弟们，熟悉的贝爷生存，它又回来了。标题大家都看到了吧？咸鱼版贝爷生存。昨天试玩了大概有4个多小时吧，我才把这个名字给它定下啊。为什么叫咸鱼版贝爷生存？也有好多粉丝说我玩的是修仙版贝爷生存。其实刚开始呢，我也以为这个版本是修仙版贝爷生存，因为毕竟修仙版贝爷生存就是娱乐版本的贝爷生存嘛。其实最近呢，我一直脑子很乱，在结束了即便修仙100天之后，我就一直在想该开一个什么坑。我这一琢磨呀，就大约琢磨了小半个月，各种整合包我也是尝试过，可是咱就说真的就没有一款整合包可以打动我，不行啊，这样下去肯定不行啊。所以呢，当时我也是临时决定啊，索性就再开一个贝爷生存。但是呢，目前我玩的这个生存啊，可能不会开太久，因为它真的是特别的咸鱼。我敢肯定，这应该可能就是娱乐版本的贝爷生存吧。后期的话，如果真的是过于咸鱼，我可能就会随时更换啊极难版贝爷生存。好了，那废话不多说，兄弟们，开这个坑的缘由啊，我都讲述的很清楚了。那么现在咱们就来看一看这个版本到底有多咸鱼。开局这个地形肯定是不行的啊，在沙漠。之前我也是说过很多遍了，贝爷生存开局的地形务必要找到一个平原和高山的交界处。当然了，如果你说你是技术主播，在沙漠生存也是没有问题的。所以说这个存档必须换。来，兄弟们，经过了4次的调整，我觉得这个存档还不错。那么咱就说，目前这个贝爷生存呢，真的是简单了很多。首先呢，兄弟们看我的左上角，不管是坐标还是东南西北，还是生存天数，还是天气情况，左上方显示的是一清二楚。然后再看我的左下角，这个是个啥，我还真不知道。反正吃食物它就不会掉。但是右下角就不一样了，生存初期呢，我们只能依靠沙拉来维持它这个平衡指数。周围随便转了转，感觉还真不错。那这个版本呢，也是有一个新手保护啊。你们看我身上冒着的红色气泡，应该就会知道。咱就说句实话，作为一个老贝爷了，其实我根本就不需要，我还需要什么新手保护啊？直接干就完了嘛！来吧，咱们先录点小麦种子吧，兄弟们。咱们看一下咸鱼版的贝爷生存的小麦种子是怎么掉落的。我就这么说吧，兄弟们，原版生存都不敢这么干呀。那好家伙呀，打棵草就掉种子，打棵草就掉种子，没有一棵不掉的。不管这小草还是大草，不管这长草还是短草，只要你打草，草就掉种子。我这一玩我就惊讶了，所以说兄弟们，请把真咸鱼打在公屏上行吗？好，这一会儿功夫我就收集了13个小麦种子。来，咱们看着周围的动物，兄弟们啊，也是非常的多，跟原版生存都差不多。先打一只羊，看看这只羊的防御怎么样。防御还行啊，属于正常。再挑战一只老母猪，看看这只老母猪的防御怎么样。老母猪健步如飞，跟我们之前玩的贝爷应该是没有什么两样。脚步很轻盈，身法很刁钻，哪怕是拥有2条大长腿的我追它也是有点费劲。所以说，前期你把握不好动物的行进方向，打点食物还是比较费劲的。掉了2块大猪排，羊掉落了1块羊肉，这个还行啊，比较正常。就这样，我从早上7点到早上9点，收集了2个小时的食物，我觉得度过今天晚上应该是差不多了。我这运气也是非常的不错呀。打着动物呢，还遇到了沙粒。贝爷生存漫漫长夜，晚上你说你不撸沙粒，那就等着僵尸过来撸你吧。来，兄弟们看一下这个地方怎么样？如果我挖破这层沙粒，里面还是沙粒的话，那我这个庇护所就有了。那说到这个沙粒，我又得说2句了啊。这个咸鱼版的贝爷生存前期对新手来说真的是非常的友好，所以说呢，我也是强烈建议兄弟们啊，如果你第一次玩贝爷生存，你不要去玩那些魔法版啦、重生版啦、极难版啦，还有什么震惊修改版啦，因为那些版本你上来以后可能真的会自闭。那么这个咸鱼版就不一样了，看到了吧？我开局就撸到了一个大碎石，在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随时碎片，谁给你搞那个呀？直接就给你碎石，前期让你制作随时收服。那么2块沙粒撸完以后，我这个地方基本上就确认了，兄弟们，庇护所就是这里了。行了，获得了撸沙粒的画面不展示了，镜头一转，咱们来到下午5点，这个地方简直就是绝子哎，兄弟们，你们应该可以看得到吧？我用羊毛把门口堵了一下，羊毛的底下是石头，这样的话僵尸晚上根本就进不来。现在你们再看我的背包，别的不用看，就看铜粒，从上午10点钟撸到现在，这个战绩怎么说？我估计我根本就不需要努力，2天的时间得到一把铜镐应该是没有问题，但是前提是我要有足够的沙粒。行了，晚上了，咱们直接跳过，兄弟们啊。这一晚上我也确实没有闲着，你们先看我这个庇护所，整整撸了1个晚上，撸得我手都脱皮了，兄弟们。咱就说这沙粒我还没有撸完，你敢信？差点就把我自己撸起飞了。来吧，看战绩吧，随时15个，铜粒15个，银粒刚好9个，钻石碎片、绿宝石碎片我就不说了。今天天气有点阴，但是我决定啊，还是要出去走一走。然而这一走就走到了下午的1点钟，我发现在我家庇护所附近根本就没有树。今天的目的啊，兄弟们，就是做一把随时收斧。有了随时收斧，有了木头，我们就可以立马制作出随时工作台。树叶掉木棍的概率也是非常高，也就撸了5、6个树叶吧，我就得到了2根木棍，先给它制作一把随时收斧。有了手斧，先砍木头，那么接下来我可就要说
最重要的一点了。之所以叫咸鱼版贝爷生存，咱们看兄弟们啊，居然还有指令传送，你敢信？不过呢，极难版的贝爷生存也都是拥有这一功能的。等我们找到贝库所以后呢，我们可以随便设定一个家，然后输入指令就直接回来了。所以说以后咱们探索不管走多远都不用怕了，不需要担心晚上，也不需要担心迷路，一条指令全部搞定。这场雨下的我真是醉了，兄弟们啊！从昨天下午一直下到今天下午，依然是指令传送啊，来到咱们昨天大树的地点。要想制作随时工作台，我们还缺少一个木棍儿。过来以后运气也真好，这树叶呢一下给我掉落了好几根。行，捡起木棍回家。庇护所里沙粒有限，下雨天也没敢出门。目前我铜镚的数量已经达到了21个，看来2天做出一把铜镐应该是不太可能了。有了随时工作台，我们立马合成铜锭，用铜锭又合成了一个铜质工作台，刚好得到4个绿宝石的碎片，再合成一个绿宝石，然后再合成一块银锭。你敢信吗，兄弟们？这就是我奋斗了3天的成果。有了木头以后，这不就好起来了吗？首先我就用碗做了几碗美味的沙拉，因为你们看我的右下角，这个树都掉得很快啊，兄弟们！再不吃沙拉的话，我估计得有什么不良反应了。我家附近的这些沙粒也不能浪费，我合成了一把银铲子，在我家门口我给它比划几下子。我家门口比划完了以后，我又找到了一处风水宝地。现在是我生存第4天的下午5点，用银铲挖沙粒，该说不说，速度那就是快。就这样挖到我回家之前，您猜怎么着？铜镚的数量已经达到了16个，还差2个铜镚，我们就可以制作一把铜镐的。这在以前版本的贝爷当中是想都不敢想啊，兄弟们！4天的时间，先把门堵上，这2个铜镚呢肯定也不是问题了，因为我的背包里还有好多沙粒呢。就这样，在当天晚上的10点钟，我就顺利得到了3块铜锭。那还等啥呢？生存第4天没结束，咱就得到了一把铜镐。兄弟们，我也不是吹牛啊，这个生存对于我来说真的是一点难度都没有，我感觉我能一命通关。行了，合成了铜镐以后，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喜欢贝爷生存的兄弟们，一定要留下你们的关注和点赞，点赞破10个，咱们就立马更新下一期，好吧？黑咕隆咚的啥也看不见，那么咱就拜了个拜。